射日之争结束后，仙门百家晚上准备开启庆功宴，毕竟他们这次是大获全胜。射日之争结束，这庆功宴肯定是要摆的。兰陵金氏向来是大手笔，出手阔绰，这庆功宴自然是摆得十分的丰盛。但是晚上的庆功宴云梦江氏这里却是江城一个人去了。旁人问魏无羡去那里的时候，江城就无奈地说道：“他在营帐里面休息。”魏无羡确实是在营帐里面睡觉，他最近真的是累透支了。床上躺着的人病弱又苍白，宽松的玄衣穿在他身上更是显得异常的消瘦，手腕瘦的好像一折就断，睡得也不安稳，额头上冒出了冷汗。魏无羡睡得迷糊，但是噩梦还是把他吓醒了。他猛然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急促地呼吸了几下之后，这才缓缓地松了口气。他起身下床，准备出去转一转，但是魏无羡根本就不知道他现在的脸色到底有多吓人。魏无羡简单的整理了一下衣袖，这才走了出去。现在都在庆功宴，气氛难得的欢脱热闹，他走在小溪就停了下来，清澈的小溪倒影出魏无羡脸色极差的脸，不似之前的明媚俊朗，漂亮的眉间不再有笑意，淡淡的忧郁似乎再也驱不散一般。原本精致的桃花眼现在变得暗淡无光，哪有之前1/1000的明亮。他蹲下身去，伸出消瘦苍白的指尖轻轻地点了一下湖面，他好像不认识这个人了，他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，变得如此的陌生？魏无羡仰头看向天空，眼里带着浓浓的伤感和悲哀。这时腹中忽然传来了一阵阵的剧痛，疼得魏无羡直接嘶了一声，用手狠狠地按住自己的腹部，试图缓解一下这剧烈的痛，但是毫无用处。原本就不红润的脸变得愈发的苍白，唇都被咬出了血珠，是黑色的。剧痛没有缓解，恨不得把他浑身的骨头给疼散了，再重新组装起来。体内原本就不安稳的怨气越发的暴躁起来。魏无羡双手紧紧地握着拳，疼得毛孔都紧绷了起来。魏无羡缓缓地吸着气，他第一次想让别人来帮帮他，救救他。他从未奢求救赎，但是他觉得现在要撑不下去了。人都在参加庆功宴，根本就不会来人帮他。魏无羡显然也是察觉到了这一点，他现在必须要回营帐去，这副样子不可能让别人看见。魏无羡缓缓地站起身，忍住全身的痛，脚步沉重地往自己的营帐方向走，只要他能回去就好。转角处忽然出现了一抹白，魏无羡看见了，轻轻地愣了一下，然后不动声色地让自己把腰板挺直。果不其然，是蓝忘机。蓝忘机原本也在庆功宴上，但是他看见自己想见到人不在这里，又听闻魏婴在营帐里面休息，想来肯定是不舒服了，所以蓝忘机就想去看一眼。魏无羡不是第一次这样了，他之前也有过这样，但是让他硬生生的咬着牙撑过去了。蓝忘机显然看见了魏无羡，他语气带有一丝诧异，开口喊了一声魏婴。魏无羡抬起头看着蓝忘机，努力的挤出一抹笑意，说道：“蓝湛，好巧啊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没有去庆功宴吗？”蓝忘机看着魏无羡的脸色，属实是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魏婴，你的脸色为何这般差？”魏无羡不自在地摸了摸自己的脸，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也许是没休息好吧。”蓝忘机看着魏无羡，不太相信他说的话，问道：“哪里不舒服？”说着就要伸出手来号魏无羡的脉。魏无羡连忙躲开，剧痛传来，让他轻微地颦了一下眉，随即又若无其事地说道：“没有，不劳烦忘机兄了，我回去休息会就好。”他现在必须要离开，不然的话他的状态肯定会被蓝忘机发现的。魏无羡已经快撑不住了，眼前一阵一阵发黑，他现在浑身都痛。魏无羡其实也知道，他从修了鬼道之后，体质就不如从前了。鬼道的怨气正在缓慢的一点一点地侵蚀他的身体，怨气阴冷，导致魏无羡说手脚十分的冰凉，没有之前的暖意。但是蓝忘机显然是没有放走魏无羡的意思，他问道：“魏婴，你那里不舒服？”魏无羡被逼得有些烦躁，咬着牙说道：“我没有那里不舒服，蓝湛你让开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”蓝忘机其实是真的担心他，魏无羡现在的脸色极差，他怕出什么意外。魏无羡见蓝忘机还是没有离开的意思，那一双漂亮的桃花眼闪过一丝红光，语气都带了些戾气：“离开。”蓝忘机抿了抿，
看着魏无羡不说话，只是过了一小会，蓝忘机还是给魏无羡让开了道。魏无羡冷冷地看了一眼蓝忘机，转身就往前走了，那个眼神冰凉到极致，刺得蓝忘机的心密密麻麻的刺痛。蓝忘机悄悄地握紧了藏在衣袖里面的手，不吭声。魏无羡脚步越来越重，眼皮也越来越沉，意识越来越模糊，他好像感觉不到全身的疼痛了。就在魏无羡倒下的一瞬间，他好像听见了有人在叫他的名字，随即就陷入了黑暗中。魏婴。就在那一抹瘦弱的身影忽然倒下的时候，蓝忘机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停了一下。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把那个人揽在了怀里。手心传来的不是温暖的温度，而是入骨的冰凉。蓝忘机让魏无羡靠在自己的肩膀上，然后自己拿魏无羡的手看了一下，消瘦的手腕好像真的轻轻一折就断了，那一双浅色的眼睛里面闪过一丝心疼。他轻声呼喊道：“魏婴，醒醒！”然而已经昏过去的魏无羡根本不会回答他，气息微弱，整个人发着一股病态的苍白。蓝忘机咬咬牙，然后手臂往魏无羡的膝盖一抄，直接把他给横抱了起来，快速的往魏无羡的营帐里面去。这一路上，魏无羡都没有发出任何的反应，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，他确实已经疼得昏过去了。昏过去的时候，魏无羡就在想着，干脆就别醒了，就一直昏着吧，不然的话日日夜夜都要忍受着无法忍受的疼痛，就算他是铁打的也承受不住几天，更何况他这副残缺的身子已经不是铁打的了。等到了魏无羡的营帐时候，蓝忘机连忙进去，把魏无羡平放在床上，然后伸出手，只记得把脉了一下魏无羡的脉搏。不得不说，魏无羡身上的冰凉程度远远超过了平常人的温度，蓝忘机非常的担心。怨气入体，不是正经的灵力，果然会慢慢的侵蚀着魏无羡的身体，导致魏无羡原本硬朗的身体越来越虚弱。蓝忘机心疼的不行，他把手从魏无羡的手腕上离开，那一双桃花眼紧紧的闭着，就好像永远都不会醒一般。他伸出自己有些颤抖的手，轻轻地握住了魏无羡的手，还是很凉。蓝忘机抿了抿唇，又把自己另一只手放了上去，试图温暖一下，看看可不可以把魏无羡的体温给暖回来。魏无羡似乎是疼狠了，额头上又冒出了许多的冷汗。蓝忘机连忙掏出自己的手帕，轻轻地给魏无羡擦拭着。不要杀我！断断续续的声音从魏无羡的口中发出，蓝忘机听见了，心里真的是密密麻麻的刺痛。他一直心悦的人变成现在的模样，然而他却无能为力。